各位会员，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6月27号，欢迎大家参加会员直播啊。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时局的忧虑，不可知的未来啊。我们来讲讲恐惧啊，讲讲我自己的恐惧。那么恐惧对未来的不知或者是未知啊，是人类永恒的一个议题啊。那么未来的没有发生的事情，大家对未来没有发生事情的担心，我们叫未知啊。在过去已经发生了的事情，但是我们仍然不知道，我们叫无知。无知和未知中间是一个时间点，就是现在，往前就是无知，往后就是未知。我们对不知道的事情都是有恐惧的，为什么？因为不知道的事情后面藏着危险啊，这就是人类这个叫什么？这人类自保的一种机制。当他发现危险的时候，他就逃跑。这是人的本能。当他发现危险，马上就逃跑。那么当他发现不知道的时候，他就会觉得那里面就有危险，他的本能就要让他逃跑。但是呢，他又不能跑，就是我们现在人类啊，现在人类就跟以前不一样。以前一发现有危险，有一只老虎，赶紧跑。现在我们面对生活中很多的危险，或者潜在的危险，或者很多的危险，我们都不能够按照我们的本能啊转头就跑。为什么？我们身上有很多的责任啊，我们有很多的工作，我们有很多的任务，我们有很多不能跑的理由，所以我们不能够就转身就跑，我们还要去面对它。这就是现代人的处境啊。那么面对一个不可知或者不知的未来，是的，所有的人都会有恐惧啊。如果他说他没有恐惧，他只有一个情况他会没有恐惧，为什么？这什么？因为他假装不知道啊，假装不知道。那么他可以这样子啊，人是可以这样子假装不知道。假装不知道，他可以让自己好过一点，但是大部分人都会知道啊，大部分人都会知道那种不可知的东西背后的危险。那么怎么办啊？我们讲讲，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分享我的恐惧啊，我对未来的这种担忧啊。那么我对未来的担忧最重要的还是什么担忧呢？还是对自身我昨天发生了一件事情啊，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昨天发生的事情，我痛风啊，我以前发生过痛风，在左脚左脚的第一个脚趾头的这个地方啊。痛风非常痛啊！以前第一次发生在这里，昨天发生在这里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昨天我做节目的时候我是歪着的，为什么？因为我要把脚架起来啊，架起来好受一点，但是真的是很痛啊。那么我为什么今天会讲这个问题？就是的确它引起了我的一个思考啊，就是其实我们人类，我们真的很难主宰自己的命运啊，包括自己的身体，我都控制不了。你看，我以前发生过痛风，理论上我应该控制饮食，然后就不会再发生。但是我后来我是控制了饮食，是没有发生，后来又忘记了，然后又发生一件这样的事情。所以其实，在我们的未来有很多看不见的东西啊，就是说小孩子看见黑就会害怕，并不是我们吓唬他造成的啊，是人的本能，因为黑。你就看不到黑暗后面有什么东西，所以你会害怕。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看不到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也害怕。就连我说，我们的自己的身体，我们都控制不了。那么我们有很多东西都控制不了，我们的工作控制不了。你不小心公司倒闭了，对吧？你怎么知道这样的事情？
甚至比如说在1997年，香港发生一场，那个时候是基本上是香港最繁荣的时候，苹果日报出来了，香港发生一场报业大战，能想象吗？报业大战是什么？报业大战就是今天倒闭一家报社，然后有好几百人失业，明天又倒闭一家报社，又有好几百人失业，然后突然市场上有好几百人失业，你想是什么情况？在我们这个行业，其实在香港一个报界的这个从业人员并不是很多啊。那你想一下是什么情况？大家都很紧张，所以其实在我们人生道路上，我们能控制的事情其实并不多啊。我们有面对的很多控制不了的事情，就像我刚才讲，我昨天发生一场痛风，我连我自己的身体都控制不了，这是我最容易控制的部分。那么还有呢？还有这个平台呢？平台我也控制不了，他也会经常找我麻烦啊。你比如说我们在还有一些更严重的事情啊，背后一些更严重的事情，我们更控制不了。这个世界这么复杂，你想一下，如果听我们的节目超过1个月的网友，大概都能感受得到啊，这个世界真的是很复杂啊，真的是，而且这个世界这么复杂的运行的过程当中，还有多少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所以其实我回答大家问题的时候，答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不知道，因为这个世界真的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啊，所以因为不知道，所以我们就会恐惧。恐惧不好吗？恐惧不会不好，恐惧是一件好事。人就是因为恐惧才能活下来，不恐惧的人都没活下来。所以活下来的人的基因里面都有恐惧这个因子。所以当他发现危险的时候，他就会恐惧他就要想办法保护自己。逃跑是一个最本能的反应。那么还有一些人不能逃跑怎么办？就做一些准备啊，就是防守啊。我讲过这个，我讲过很多人类的一些行为，其实跟恐惧是有关系的。你比如说，我们今天上午的节目讲到有些时候两个国家发生战争，它不可逆转的发生了一场战争。虽然他们两个国家都不想打，但最后他们在最终打起来，原因是什么？你往前追，一直追上去，你就会发现是两个主事的这两个国家主事的这两个国家的人，主事的人，他们内心的恐惧什么？恐惧他打我，我就有危险，我就要想办法防御啊，我就要想办法应付我这种恐惧感。所以实际上我最先发起进攻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扛住我的恐惧感，我就下令打了，这场战争就发生了。所以人的恐惧会引发很多后果，会引发很多我们不确定的后果。当然恐惧也是我们一种自保的方式啊，所以我一直很赞成人要有保持一定程度的谨慎，背后其实就是恐惧感。那么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是有太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们理当恐惧啊。那么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我自己的想法啊，我讲我自己的想法。对我来说，我最恐惧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当然是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啊。我们身处的世界第一个让我担心的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局势啊。中国的局势现在正在走向一个未知的未来啊。那么你想我在做记者的时候，我在跑新闻的那个时代，大家很清楚中国会朝着哪个方向走，很清晰啊。改革开放申请加入 WTO 啊，然后这个地方要改，这个地方要改，国企要改革，金融要改革，汇率要改革，这个政治体制要改革啊，这个经济制度要改革等等，很多地方要改革。
然后我们在跑新闻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这个国家的方向就朝着那个方向走，走市场经济。那么现在的中国中国的现在这个局面让大家看不清楚中国到底会往哪边走啊。虽然习近平，我们知道习近平他有一个意图啊，就是搞社会主义啊，把中国往回拉，从改革开放这条路走市场经济的方向往回拉，拉回社会主义。但是其实这条路并不好走啊，而且在现有的条件下，这条路我看他走不通。于是他遇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啊，所以中国现在有很多环节都出了问题。那么这个国家就面临的一个不确定性，就是说他到底能走到哪里去，我们不知道啊。就是说，如果他很明确的知道我明天搞社会主义，我还知道他会发生什么事情。但你现在的情况是你也不知道他能不能走过去，走下去。所以中国就面临一个现在这样的时局啊，就是它的未来不清晰，它的未来不清晰，很多事情就没办法判断，比如说经济的，比如说政治的，比如说社会的、民生的啊，比如说民生的等等，很多事情你都没办法判断。很多人问我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房价的问题啊，比如说人民币汇率的问题。老实讲，我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真的很难答。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方向不清楚。你看，你看，现在中国的高官都不出来啊，都不出来，政治局常委一级的人都不出来，都不讲话，没有人讲话。你看，在所有重大事件上面，没有人出来讲话。你比如说，除了这个习近平啊，高瞻远瞩开会。给大家一个发言稿之外，没有一个中国的领导人就当前最热、最重要、最关键、影响最大的事情出来告诉大家我们该怎么办。你比如说中美关系，没有人出来讲过中美关系会怎么样。比如说现在的水灾，没有人出来讲怎么样。疫情没有人出来讲怎么样，就是习近平的官样文章往那一摆，鬼都知道的没有意义。所以现在的中国的局势是什么局势？中国的局势就是不清晰，它的方向是什么啊？这就是我现在内心的，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最恐惧的事情，因为你不知道它会变成什么样。大家要知道，我刚才讲的每一个热点问题一出状况，后面都是很多条人命的，都是很多条人命。甚至大家知道，当经济出现一个崩溃型的下跌的时候，后面都是人命。我在97年的时候，香港98年香港金融危机的时候，就很多人跳楼的，那都是人命。后面有很多家庭悲剧，无数的家庭悲剧。我们报社就失踪过，就突然一下有个同事不见了，再也没有出现过，不知道哪里去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就不见了，就是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啊，经济调整一下很健康，千万不要讲这样的。我很不爱听这种话，就是这种上帝视角。你知道经济调整会饿死多少人吗？我不喜欢听这种话。所以对于第一个中国的时局，在现在的情况来看，就是看不清楚它的方向，这是第一个让我最担心的事情。我觉得这后面有很多杀机啊，这就叫杀机重重啊，中间有很多，一不小心中英之间打仗怎么办？大家说啊，我之前讲过，中英之间打不起来是基于什么？基于双方没有这个打仗的意愿，也没有这样的需要。第一，没有这样的需要；第二，也没有这样的意愿，他怎么打得起来呢？但是当双方冲突已经发生到现在这个局面的时候，大家都往边境调兵遣将，摆各种各样的军备往那边投放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有危险啊！这个时候就有危险。
这个时候的战争的可能性都是可能的。你想一场战争要死多少人，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印度人都不应该死一个人都嫌太多。所以你说这是不是让人很担心？这里面全是人命。我们现在回望看啊，我之前我们讲过，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历史。因为什么？这是一个大变局啊！我们现在处的这个时间节点，不是这时代太大。我们现在处的现在的这个时间节点，你过若干年往这个时间节点一看，我们现在看到的全是历史，我们看到的全是历史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这个时候就屏住呼吸，认真的看这些事情啊。那这是中国啊。第二个让我担心的是什么？就是中美关系啊，中美关系。在中美关系这个议题当中，我有非常矛盾的心情啊，非常矛盾的心情。为什么？你想一下，中国和美国进行对抗，或者是美国找中国进行对抗，这两个世界上一个第一大的经济体，第二大经济体，两个经济体他们之间现在发生了对抗。这个对抗我看是回不了头啊，这是确定的，就是中美之间的对抗已经回不了头，这是一个非常确定的方向啊。但是我该怎么办？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来自中国啊，我生活在美国，我现在在美国。从我的价值观来说，我希望美国好好的收拾中共，但是我又不希望连盆子里的小孩一直把倒水的时候把盆子里的小孩一起泼出去。为什么？因为那里有14亿中国人，但那14亿中国人也有可气的地方，这里面就非常多的矛盾在这里头。如果你说我简单的说，中美关系当中，这边是中共，这边是美国，我没有什么矛盾之处啊，没有什么纠结的地方，就很简单的判断。但是现在不是，现在中国这里面有14亿中国人，那么这里面就面临了很多我在做新闻的时候，我大概是一个比较感性的记者啊。我看到一场新闻，我会看到新闻里面的人，就像你说我现在看到经济调整，我就会看到经济调整的过程当中有多少工厂在倒闭，有多少人要回家失业，有多少个老板破产，10几年辛辛苦苦干了10几年，一夜之间跑到外面去跑外卖，真有这样的事情啊，真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会看到这些事情，我一点都不觉得呢经济调整对经济健康有什么好处，我一点都不觉得。虽然很多经济学家觉得经济调整啊，一些没有竞争力的被淘汰掉，那个经济会更健康，但是我一点都不觉得。理性告诉我那可能会有更高的增长期，但是这一点都不让人高兴。原因是什么？当你看到这个调整过程当中有那么多的人面对这样的局面的时候，你一点都不会高兴。所以我是很讨厌这种上帝视角的特别是那些中国的经济学家那中国经济学家讲起这些事情，那头头是道，眉飞色舞，口吐白沫讲这些事情那就是你就是付出点代价，就痛苦一下，你是那个痛苦的人呢。所以所以在中美关系当中，我有一个就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所以我经常在做这新闻的过程当中，我会很纠结我不是一个只讲痛快的记者，我会有很多的顾虑有很多的怎么说呢？不忍心有很多新闻我不忍，所以你看我的标题都取得没那么狠。其实我可以起非常狠的标题
但是你看我们现在我们的视频的标题，大家如果在推特上看我的推特就会知道，其实我要起非常狠的标题，我可以起得非常狠的标题，但是我在我们的视频当中我都不会这样起标题，为什么？还是不忍心，还是不忍心啊！这里面就有很多的不忍心的地方，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现在这个世界局势非常的混乱啊，非常混乱，真的是整个的世界的局势是非常的混乱。或者我们可以翻过来讲啊，除了我们讲中国以外，除了讲中美关系以外，其实你可以更大的 picture， 在更大的范围之内看这个世界。其实目前我们现处的这个世界是处于一个乱局啊。这个乱局跟谁有关系？其实跟两个人有关系，一个是跟川普有关系，一个是跟那个习近平有关系，那么还是跟中美有关系。这个乱局乱在哪里？跟川普有关系在哪里？川普其实川普做了很多美国总统做不到的事情啊，这个我是毫无疑问，就是说我看到川普做了很多美国总统都没有做的事情，他做了啊，其实我很欣赏，但是川普也做了很多美国总统不想做的事情啊，不想做的事就是川普正在摧毁整个西方世界的这个共同的价值观啊，这个川普一上台，美国优先啊，美国再强大啊，类似喊出这样的口号，其实他的口号背后是有价值观的啊。那么和西方国家过去几十年从冷战建立起来的这种共同的价值观，一下子就打碎了啊！这一下子打碎了之后的结果是什么？这个世界就开始变得碎片化，变得越来越碎片化。你比如说像上个星期啊，川普没有宣布，但是大家都知道，川普会从德国撤军，撤9500人，撤走这9500人。其实他做这个动作其实是很危险的啊，就是说西方国家其实在某个程度上他已经超出了结盟，西方国家的这种关系，它超出了结盟。它是建立在一个共同的价值观体系上的合作关系，这个合作比结盟更紧密啊。那么川普总统上来打破了这种针对冷战、因应冷战、针对苏联形成这种共同价值观形成的合作关系，这一破，那很多东西就发生了改变。同时习近平啊，就积极的向西方渗透，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局势就不清晰啊，不清晰。你可以看到很多矛盾的信息啊，你看到欧盟在香港问题上发声，然后你又可以看到这个德国默克尔在对华政策上的一些态度上的和其他的欧洲盟友的不一样啊，等等各种各样的信息都来，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国际关系正在走向碎片化。虽然我们看到一个比较清晰的方向的发展，就是西方国家在对华政策方面，他们开始慢慢的协调立场，但是这仍然改变不了什么。这仍然改变不了西方国家开始的，我刚才讲川普做的这些动作。你比如说这个星期，川普又跑出来讲啊，这个要对欧盟采取这个关税，打关税战啊，又开始来做这个动作。川普就一直在做这些动作，他让这个西方的这种关系就是走向碎片化，这是他的意愿，他并不是一不小心做的啊，他是真的想这么干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世界正在寻找新的平衡，而这新的平衡，到底它建立新的平衡的维度是什么？大家都没有共识。你比如说冷战时期，
冷战时期双方建立平衡的维度是什么？价值观。你搞社会主义好，你就是苏联这一边；你搞资本主义好，你就是美国这一边啊。大家泾渭分明，中间这一条线啊，从这边往这边打，从这边往这边打，大家很清晰啊，很清晰。冷战结束了，中国跑出来了啊，中国跑出来，中国跟西方国家交织在一起，川普跑出来了，把这个原来的这个同盟给打碎。那这个事情就非常的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立场找不清楚，搞不清楚我到底该用什么去衡量我们应该站在哪边啊？这个问题就变成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人，中国人面对这个局面特别 confused， 特别混淆啊？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该站在什么位置上去看待这些问题。那现在当然有很多海外的人只有一个维度，其他都没有，这个也简单，就是一个维度，就是反共啊。你可以再看到海外有一票人，他只有一个维度，就是反共，只要反共，只要反共的人都是我的朋友啊。但是反共不是一个完整的维度啊，你还要建立你的价值体系，你才能够建立一个维度。但所以你在这个时候你面对一个这个正在变化，然后还没有确定的世界，你要找到自己的位置，然后定下来自己的位置，问清楚我是谁，这是个非常困难的工作啊，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你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搞清楚自己我是谁。只有你搞清楚自己我是谁，你才能够决定我应该有什么价值观。所以现在的中国人，特别是海外的中国人，就面对一个这样的困难。反共是一个简单粗暴的方式，但那不是解决方案，解决方案你要真的搞清楚你是谁，然后最终你能确定你的价值观、价值体系是何种价值体系，然后你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让自己安稳的、安心的生活下去。这就是我们现在，特别是海外的中国人面对的不可知的未来面对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会不会讲的太复杂了。最近一个月的时间，实际上我们不仅仅新闻在发生一些这样的变化包括我自己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天问，老实讲所有的人都要问这个问题不问这个问题，其实你还没活明白。你要让自己活明白，你就要搞清楚这些问题，把这些问题搞清楚、搞明白，就能明明白白的生活。什么叫明明白白？这就叫明明白白的生活。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不容易的事情。我大概的就把我自己的这段时间我的思考其实还不成熟老实讲还不成熟。我应该再过一个月我再来讲这个题目可能会更好，但是我又有点憋不住。我还是想跟大家，我其实不是告诉大家我的结论我是告诉大家我的困扰。我也请大家来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大家可以讨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应该是大家的问题，所有人都来想这些问题，我觉得我们才能够找到我们的立足点。其实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跟我们之前有争议的那个题目是有关系的。什么问题？就是 BLM 我们在讨论 BLM 运动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问题是没有讲过的，没有触及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议题，就是我们到底用什么样的身份，用什么样的立足点，我们站在哪里去看这场运动，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么这么纷乱的世界
有无数的问题跑出来，我们怎么自处？我们要很坦然的去，我们是沿着我们原来思维的路轨去继续看这件事情，我们还是要换一个身份，换一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这里面其实在上一场那个讨论，我觉得我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我回看那件事情，我就会想到，就是其实我们在那场，有很多网友跟我辩论的，当然我没有回辩啊。我其实我心里在问这些问题，在这个问题当中，其实我们最核心的问题应该是今天这个问题，把今天的问题回答了，那个问题就解决了。今天这个问题不回答完，那个问题其实讨论来讨论去是没有结论的，那都是外部的问题，不是和我们内在的问题相结合找到的答案。我们内在的问题的答案才是最终的答案，好吧？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其实这个问题我不成熟啊，我还没想明白，但是我抛砖引玉啊，把我的恐惧，把我的 confuse， 把我的思考，我都教给大家啊。那么大家也可以贡献你们的困扰，贡献你们的思考，贡献你们的观点。我很欣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在我们这个1年多的节目当中，我们找到了一群大家有相似的，应该讲相似的价值观，还有大家有相似的这种文化诉求啊。我们这些人在一起，然后当然有很多很有见地的网友，我们可以在一起，我就非常的高兴，因为这是比什么东西都珍贵的东西啊！因为你要知道，我们精神上的共鸣，那是最让人开心的啊！就是特别是我在这个网友的这个留言当中看到很多那闪闪发光的思想。那我有的时候我会回去翻以前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些问题啊，翻我们以前这个互动的时候的一些问题。我其实如果有时间的话，把那些问题全部找出来啊，把那些问答的全部整理出来，那绝对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啊，非常有价值的东西。我等我有时间。等我们有资源，我一定把它整理出来给大家看，好吧？好，我们今天就讲这么多啊，那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互动情况、问题、观点，好吗？来，好，明谢一下 ，Paul Kang， 谢谢 ，Vivian Z， 谢谢 ，April 张，谢谢，今天终于赶上王老师的直播，每次都看录播。有很多感谢和想法想和王老师交流，请王老师喝悉尼的咖啡。好的，谢谢。金掌柜洛杉矶之夜，最近一直很忙，有时候赶不上直播，有时候赶上了，腾不出手来给王老师发信息。今天特别赶来，一点心意，谢谢。GGG， 谢谢，3次打赏 ，OK， 谢谢你，非常感谢啊。阮光能，谢谢。苏库亚，谢谢，今天的节目真是说到我心坎里了。从2017年开始看新闻的时候就觉得不知所措，担心家人和朋友。OK， Chifa， 谢谢 ，Sophie 萌，谢谢，骗子林，谢谢，王先生好，美西好。好，情况，日本有一款专门控制尿酸的药，牌子地人，因为家里人在服用，效果可见。王先生可以看一下。好的，谢谢，感谢。关于痛风啊，情况关于痛风，建议王婶用印尼的山竹水啊，家族里好几个长辈吃印尼的山丹竹水治好的。OK， 谢谢。观点关于恐惧，最好的办法就是忠于内心，活在当下，珍惜现在拥有。人太渺小了，是的，非常好啊。
情况，我们在美国做中美留学游学服务类的项目，疫情爆发后，各种政策真的是苦不堪言啊。Clo W， 谢谢。情况不知道王先生相不相信八字命理？我从18岁开始得知自己人生大概的情况，从择偶到出国，几乎都是按照自己命运最佳的搭配来选择，暂时没有太大的挫折。当自己的运气不好的时候，就修身养性、韬光养晦；运气好的时候，就大干特干，还故意去买彩票，果真中了小奖。我觉得得知自己未来可以更好的规划自己的人生，在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事情，人生的风险会比较小，比较安稳，幸福感比较强。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很流行，就是研究易经啊，那个时候也研究易经，也玩一下这些。那么当然，我的人生没有你那么好运气，能够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怎么变啊，我大概就没有这个机会。人生没有剧本，我不相信人生有剧本，但是人生有命有运啊，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是也许是因为没有剧本，这种人生才会比较刺激吧，对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性格啊，我觉得对我来说，有2点我认为最重要啊，有2点最重要。第一点就是你还是要忠于自己，不要做违心的事情，这个很重要。因为只有你不做违心的事情，你以后才不会后悔啊，就没有话可说。人生的不就是这样吗？这是第一个，我认为就是要你要尊重自己的内心，真的是我愿意的，我心甘情愿，我哪怕败了，我也没话讲啊。就说，我的人生大概就是这样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还是要看开一点，就是豁达一点，就是人生还是要乐观一点。我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比较就是正向啊，我是一个比较正向看问题的人啊。就是说，我知道其实我也能看到很多负面的东西啊，不是我看不到，我有的时候会忽略它，我故意的啊。就为什么？我觉得，你就算是你知道了那么多负面的东西啊，你也不能改变，你也不能改变什么，你还不如开开心心的往前走好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这2条啊，就是一个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尊重你的内心啊，根据你的内心去做决定啊。第二个就是还是要人生还是需要乐观一点啊，哪怕遇到挫折啊，也要乐观一点啊。所以当然中国人有很多让自己解脱的办法，但是我觉得外在的办法还是不如自己内心的那种，就是他就是你最好就是长成一个乐观的人就比较好。不过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碰到的情况啊，就这跟很多时候跟什么有关，跟境遇有关系啊。观点 CCP 的恶也在于他们屏蔽了太多的真实的情况，让墙内人不知道危险在哪里，被编造和剥夺知情权的人生做不了正确的选择，危险随时都会找来，实在太悲惨。这就是我之前我们做那个冒名顶替那一集啊，就自己读的大学被人冒名顶替了，这就是你控制不了，就是真的是祸从天降。而且这种事情让人生气在哪里，你都不知道，这才让人生气。你说我还能反抗，我知道我被人欺负了，我可以去反抗。这件事冒名顶替这件事情，我连反抗都没机会，说这什么社会这是？所以我就觉得中国现在不是亡国的问题，是亡天下的问题，就是不是顶上那几个人作恶的问题，是从上到下都在作恶的问题，就是这就叫亡天下啊。
提问：中共与苏共有何异同？能否分析中共退出历史舞台的方式有哪些可能性？这个苏共跟中共异同很明确啊，很简单，只有一个最突出的异同：苏共是中共的主子，知道异同了吧？一个是主子，一个是奴才，他们的关系是一个这样的关系。中共是苏共的一个分部、支部，这是他们的关系，他们的本质的关系就是个这样的关系。他们的异同是什么？老大比较僵化，老二比较贼，他们的异同就在这里。他们是一脉相承的，都是搞共产主义的，就是灭绝人性啊！他们的共性就是这个，就是搞共产主义，改造人类，泯灭人性，就是这个他们的共同点。差一点就一个主子，一个奴才，一个是总部，一个是分支，他们的总部比较僵化，分支比较鸡贼，这个他们的中共退出历史舞台的方式有哪些可能性？哦，这个题目好大，不好说。为什么？因为有太多的变数在这里头，有太多的变数。你比如说，中国内部出现冲突、矛盾，打起来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有这种可能性啊，一定有这种可能性。为什么？你看中共现在高层的这种冲突，中共现在的权斗已经斗到什么地步啊？这是我听说的，我相信有这种可能性，就是他们现在动用他们身边的警卫员去刺杀对方，就这两个政敌啊，这符合什么？这符合中共的基因。中共的基因是什么？暴力。就是你比如说其他国家，你是我的政敌，对吧？我的政策比你好，你最后你输掉了，你就退出历史政坛，你说我就宣布退出政坛，我回家养老去了，或者我去大学教书去了，或者我回家写书当作家去了，我就退出政坛，我就不干了。在中国没这回事，你是我的政敌，你说哪有你投降的？我直接把你从肉体上消灭掉，就杀了你，就非要杀了你，我才能把这个问题算解决了。这是中共的基因。所以你可以看中共现在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就是你是我的政敌啊，你坏我的事，你挡我的路，好，我就派警卫员去刺杀你。他也有警卫员，他派警卫员来刺杀我。现在已经发生到演化到这个地步，你会不会擦枪走火死两个人，或者打起来？真的打起来有这种可能性？你说这宫廷政变或者是打起来有没有这种有可能性？以前没有，习之前没有发生过。最厉害的就是什么叫什么？周永康用他的武警啊，周永康是调武警，但是那个时候的风气没有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现在是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很少见，在中共党史当中也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但是当然最流氓是毛泽东，直接发动文革，直接就用非系统手段去整他的政治对手，直接打死，就那种啊。这是毛泽东把这个整个的中共的这个文化改变啊。就是流氓化，就原来你看中共的这种权力斗争也好，他的权力更迭也好，他还是有秩序的啊，有秩序的。就像这有点像什么？斯大林把苏共的文化也是流氓化，直接拉出去毙了，就这么干啊。所以中共跟苏共它一脉相承啊，苏共跟中共是一脉相承，但有各有特色啊，就苏共比较僵化。中共比较鸡贼啊，就这样。提问最难回答的一个问题，看看王老师怎么看。如果真的有一天中西矛盾尖锐到武装对抗，王老师会站在哪一边？希望这一天不会到来，但如果真的发生了，王老师怎么看？我会选择正义的一方，没有话讲，一定是选择一个正义的一方
那不管怎么样，我一定会跟从我的内心，选择正义的一方。不难选，只是选了以后，你会有一些大家知道，你肯定会有一些不那么，你肯定会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在里头啊。但是选择没有问题，我所有的选择都没有问题，我的选择都不困难，因为我跟从内心啊，所以我没有选择困难。但是啊，你选完之后，你当然也会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在里头啊。观点，我觉得西方共同价值观是 make a better world。我相信美国和欧盟即使有利益分歧，但底层价值观是相同的。我觉得很多左派共同问题是看到一小部分人的苦难，太过看重这些人的苦难，而缺少对世界的普遍同情。天地不仁啊，我觉得对于世界大事，我们只能做好自己的部分。也感谢王老师让我们看到更多的东西，了解中共，让我们能够做出更正确的选择。老实讲呢，我经常有人跟我讨论左派的问题、右派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民主党的问题、共和党的问题啊，经常很多人在问我，你的选择是什么？你会投谁一票？包括 BLM 运动啊，有很多网友，特别是一些川普支持者的网友非常愤怒啊，觉得我在攻击川普等等。那是这样的啊，作为一个记者，我的习惯是什么？我通常不问主意，我真的不问主意。我很少关心这个行为来自于左派还是右派，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老实讲，我真的不大关心这个。我只关心什么？我只关心政策。就是说，你作为川普总统，大家都很清楚啊，大家都很清楚我对于川普总统的态度。但是大家也一定要明白，我对川普总统很多的政策是非常的欣赏的啊，我一点都不因为我的一些看法而否定这个政策，我也不会因为你比如说像拜登啊，有些网友说支持民主党，问我你怎么看拜登，我对拜登真不了解，所以我对拜登，你看我很少评论拜登，为什么？因为我对拜登完全不了解，我也看不到他很多政策，拜登没有讲很多的政策出来，所以我没办法评价他，原因是因为在我眼里拜登的形象很模糊。我为什么会很了解川普？因为我研究美国的政策，我在研究美国政策的时候，我就要研究川普，我研究川普的时候，我就要研究他的性格，研究他的特点，我才会理解这个政策为什么会这么出来，这个出来为什么是这样出来，而不是那样出来，这就是我的基本的立场。所以其实特别是前一阵子，我现在才可以说哈，前一阵子我不想说啊，就是有些网友讲非常激烈的去否定啊，去攻击我啊，但是我是觉得我其实我不愿意辩护的原因是因为凭什么你攻击我就要辩护，对吗？你有什么理由来攻击我？所以我根本不辩护。但是我这里跟我们自己人，我自己交代是什么？其实你想一下，在所有的人当中，就算中文媒体当中，有没有一个 YouTuber 比我表扬川普表扬的更多的？大家想一下，肯定没有。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川普他的为人是他的事情，他只有政策跟我有关，我只管他的政策。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视频全部翻来看一遍。我每次只讨论政策，当然我会讲政策背后的思路，背后的小算盘，我都会讲，我一点都不客气。但是我对川普的肯定比所有的中文 YouTuber 多，这个我敢肯定。所以有些川普的支持者来攻击我，实在是非常无理。我为什么会把他们的所有的这些留言全部删掉的原因就在这里，就是我不接受。
我不接受这个行为，这个行为是非常无理的啊。所以对我来说，我既不管这个想法来自于左派还是右派，我真的不管，我只管什么？这个这个理论，这个看法，这个说法是不是有道理？是不是符合常识？是不是符合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不是符合历史的进程？我只管这些，我不管这是谁说出来的。我在推特上也是这样，我不管你是谁。曾经有一个不知道是谁，就叫一个姓何的一个女的，说是经济学家啊，后来她把我拉黑了。她有一段话，我觉得她不对，我就跟那个帖子，然后那就炸了锅了。那个时候我的这个我的订阅还不是很多啊。然后这个女的好像很有名，姓何啊。然后就旁边就有人在这圈啊，这个王老师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谁谁谁谁谁？我说我管他是谁是谁，他说的有道理我就同意，他说的没道理我就反驳。然后他说你要去看我的这个那个，我的意思就是他有很多著作，我要把那著作全部看完，就知道他说什么了。后来我骂了几句，他就把我拉黑了。我就是这样，我不管你是谁，我只管什么？我只管这个，我不管是谁说的，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我也不管是川普还是拜登，我只管这个话对不对，这个政策对不对，这个对的我就肯定，不对的我就否定，这是我唯一的准则，这是我唯一的标准，我不站队的，我只站在我自己这一队。所以有网友说，哎，你很勇敢啊，就是这个时候还敢说这个 BLM 运动，你很勇敢啊，你这个时候还敢否定这个川粉会找你算账。老实讲，我真的不在乎。为什么？如果你连有一个人在那个什么，在我的 Facebook 上留言，说你去说否定川普，你会失去很多粉丝的，我直接就把他拉黑了。为什么？你这违背我的价值观啊！如果我连自己的立场我都守不住，我凭什么坐在这里跟大家来讲这个题目？我凭什么坐在这里跟大家讲新闻应该怎么看？所以我直接就把他拉黑了，不存在这个问题。如果这些网友连这件事情都看不明白，有些网友跟了我2-3个月甚至半年以上，他说我很生气，你讲这个不对，对，我可能会错，没问题。但如果你看了我半年你都没看明白我是个怎样的节目，我们是个什么样的节目，我是怎么去做这个节目的话，有意义吗？你觉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不会做退让的，这是我的专业，这是我的职业操守，这是我的立场，我必须坚守。我不管是谁，我真的不管是谁，我只管我看法不一定是对的，但是那是我的看法，我错了，我以后认识我错了，我来更正。但是在我认识之前，我认为我是对的，我就会坚持，这就是我，好吗？不好意思啊，自己给自己讲了这么久。提问老师，中共这么抗拒改革，穷凶极恶，是不是也是一种恐惧，怕被人清算？其实这里面不能讲中共，其实应该讲习近平，因为你可以看哈，从江泽民时代到胡锦涛时代，其实胡锦涛已经有一点往回走了。胡锦涛其实是一个蛮左的人。胡锦涛的那种维稳体系是胡锦涛建立起来的，所以胡锦涛其实也干很多坏事，但是他和习近平比，胡锦涛还稍微靠谱一点啊，就是他还是坚持改革开放的，这个没有错啊，但是他其实还是很左的啊，胡锦涛。
那么胡锦涛的左，他并不是胡锦涛的左是源自于他的整个的成长经历，他就是左的。他跟江泽民不一样，江泽民是圣约翰毕业出来的，他是知道这些外面的世界是什么的。江泽民是很清楚的，他知道该做哪些事情能走得通，在哪些事情走不通。江泽民很明白啊。胡锦涛是那个就那么点见识，胡锦涛核心的问题就那么点见识啊，所以他基本上是在一个中共的小温室里面长起来的花朵，所以他没什么见识，所以他左是正常啊，属于那种基因带来的那种左，中共基因带来的那种左。到了习近平就不是了，习近平从根本上来说，他跟川普是有点像，就是个理想主义者，川普也是个理想主义者，所以大家记住，希特勒也是理想主义者。你碰见一个理想主义者的领袖就要小心。无数的历史都告诉我们，怀抱着伟大理想的领袖都是危险的啊，其中包括习近平啊。那么当然川普是要让美国再次伟大，这是他的理想啊，这是他的理想。当然川普的理想和习近平理想有点不同。川普的理想当然是他首先是他是个人理想，我不能说他就代表了美国，但是他的理想的成长源自于美国精神。习近平是另外一个，习近平的理想是恶之花，所以大家的生长环境不一样。但是不管是恶之花还是伟大的理想，只要你看到了碰到了有伟大理想的领袖，就要小心。为什么？所有的坏事都是从伟大理想开始的啊！你们去看一下历史就知道。所以中共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不觉得它是历史必然啊。经常很多人讲历史必然，那是历史唯物主义，我不想，我觉得跟习近平个人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啊，有非常大的关系。观点在澳洲生活20年，虽然没有在国内上大学被洗脑，但还是戴着红领巾在国旗下为国争光的一代。虽然享受着国外自由平等的价值观，但还是内心的小粉红。要不是这次疫情引起的反思，根本看不到自己思想的局限。我认为大部分海外华人跟我差不多，一方面认同西方的价值观，一方面对中国有着不可割舍的情结。他们活得非常纠结。我自己的感觉是有点，你说的有点道理，但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你还是能够有自省，但是我认为还是大部分的海外的这些所谓的小粉红哈，最大的问题就是大部分人还是没有这种自省能力，有自省能力是很小的一部分，所以看法会不一样。我没有看到这些小粉红有纠结，他们不纠结，他们根本不认同西方的价值观，他们还生活在墙里头，真的啊，我是这么觉得啊，不知道你的感觉怎么样？提问：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心系天下，和妈妈说了这件事，我妈嘲笑了我一下，说你管好自己就好了。有时候我也问自己，我想那么多，每天愁这个愁那个，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的担心改变不了任何现状，但是还是忍不住会去担心，我该如何面对自己的矛盾？每个人都有这种矛盾啊，这很正常啊。中国有句话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就是说你没有考虑长远的事情，你一定会面对现在的麻烦啊，所以你心系天下没有什么呀，人总是要去愁一些事情的。如果你说我啥事都不愁，有两种可能，
一个你就是傻了，要么你就疯了。人是不会没有仇视的，一定会有仇视。傻子跟疯子没有仇视，反正你不是那两种人，你就一定会有发愁的事儿啊。情况，人在波士顿，今天打车和司机聊天，他说疫情之后有很多 Uber、Lyft 司机因为停工领政府补贴，反而收入更好，就在家歇着了。从等司机的情况判断，我估计波士顿一半的司机都歇业领补贴了。相比于中国的情况，真是令人感慨。这哪里是 Uber 司机啊？我跟你讲，我一朋友开餐厅的，他餐厅生意好得不得了，结果还是要关门。问他为什么？他的那些员工根本不来上班，他在家里领的比你在上班的钱还多，还不用干活，他为什么要来上班？就这个情况。所以他那个餐厅，所以很多餐厅关门不是因为没生意，他有的是生意，外卖一大堆的生意，接都接不过来。他不是不接，是没办法接，因为他没有员工不愿意上班。所以我一直在讲，美国经济一定快速反弹 ，V 型反弹。你不信，你一开放，把那个津贴一停，所有人都上班了，所有需求马上出来啊，有需求的。观点，我是一个新澳大利亚人，我不再是中国人，我以股票投资交易为生。我太太做护士，对冲风险，我没啥社交，运气好在澳洲找一个三观合的好朋友，我们家就作为小人物在澳洲活着。这就是主流社会啊，这就是主流社会啊。其实人就应该这样活着，就是应该这样活着。做一个小人物，踏踏实实的安心的过自己的日子，不挺好吗？没有人打扰你，你想怎么过就怎么过。今天吃龙虾，明天吃红烧肉，有什么问题？没问题啊。所以什么叫主流价值观？很多人在讲啊，这个什么中国人融入不了主流价值观，中国人根本不需要融入，中国人踏踏实实在按照你想要的方式在这个地方生活，这就是主流价值观。你享有这里的民主，享有这里的自由，没有人干涉你，保障你的权利，这就是主流价值观，这就是主流社会。观点，中国人的归根论让很多人割舍不了，但我不知道哪里是根。高中毕业以后跟父母移民美国，中国没了亲人，对我来说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根呐，我讲一个事儿。大概中国人都有一个这样的情意结啊，要落叶归根。落叶归根是什么？落叶归根就寻找自己来的路。每个人都想问一下，我从哪里来？这其实不是中国人才会有的问题，这是一个天问。人类社会天天都在问这样的问题，西方国家也问这样的问题。那为什么？这是人的好奇心。那么中国人有一个特点，中国人都有很清晰的来路，那是什么？族谱。族谱就是你清晰的来路。你打开你的族谱，你就很清晰的看到你的上一代、你的上一代、上上一代祖先是在哪里，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你很清楚。当一个人发现他自己的来路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向往，追寻自己来的路。这就是中国人的这种寻根的这种背后的一个动机，大概是一个这样的动机。那么这里面呢但是我回过老家啊，若干年前啊，然后我回老家的时候，正好我们村修了族谱啊，我还族谱好多本，这么大这么厚一摞啊，然后带回去慢慢的翻。怎么说呢？
我老实讲，我的这种情意结大概会比大家会更强烈一点啊，因为我毕竟是学文科的啊，我对这个，我对我姓王的这个祖先啊，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家族的迁移过程，我还是比较清楚的。但是我其实对我来说，我更重视什么？我还是更重视现在，我更重视现在。我更重视什么？我更重视我自己承载的这种所谓的民族。民族应该是什么？民族应该是在我们身上，而不是在物质上的。这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我在哪里，中国就在哪里。我承载了中华民族的一切，我才能够代表中国，不是那些物质的东西才能代表中国。所以我其实我没有这样的纠结，我真的没有这样的纠结。好了，时间已经到了，我看一下还有多少。哦呦，我的天，读不完了。大家我贴回去，大家自己看吧，好不好？我明谢完上，谢谢先生给我们的思路。JS Lee 谢谢 JDP 谢谢。我个人觉得从人种或宗教的角度去选择会永远挣扎。在人类相互不往来的时代，人种、宗教和群体是唯一选择的角度。但在现今的世界，尤其在西方自由世界里，应该按照价值观选择，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谁正确我就站在谁那里。我同意王先生的第一点，就是从事实出发，只是而不是对自己是否有利，是这样，我同意这样。我认为这样就是一个非常，对我来说这是唯一的维度，就是事实，就是这个观点到底符不符合常识，符不符合事实，符合事实那就对了，我们就站在你一边就好了。Renee Mac 谢谢 Renee Mac 谢谢 JJZ 谢谢王先生，三观极正，佩服不已，判断能力也极强。惊讶的是对美国事务判断也极准，也为王先生坚持自己的理念点赞。另外请王先生在不忙的时候一字一句的解释三字经的弊处，我知道许多网友都想听，好吧三字经很容易解释，很容易大家先做一个功课。我讲三字经我可以讲啊，但是大家先做一个功课。做一个什么功课？大家请找来把三字经的白话版找来看一遍，你就看就会发现别扭在哪，行吗？如果你要让我讲三字经可以啊，大家把三字经的白话版，就是白话解释版找来看一遍，看看会有什么感受，好不好？Agnes Yu 谢谢，抱歉来晚了，待会儿重看。看了上星期会员直播，很喜欢，事后加了 comment。若王先生有空，请看看，谢谢支持王先生，谢谢你。好，我们今天的Christy 周，谢谢。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啊。我们我再讲一下，我们的会员直播呢，不是我来做讲座啊，我会把我最近一段时间的思考，我关注的点啊，我会开放式的跟大家讲啊。那么有些东西我想好了，有些东西我没想好，我都会开放式的跟大家讲，希望大家能够，我们真正能够形成一个共鸣，好吧？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下个节目再见，谢谢。